最近这个世界局势啊，那真叫一个活久见啊！中东那边美国、以色列和伊朗直接掀了桌子，干的那叫一个昏天黑地。咱们吃瓜归吃瓜啊，但是这个瓜吃着吃着，火星子就蹦到邻居3个家里去了。这不，最近呢又有粉丝私信我，小懒，中东打架，3个在那边急得直跳脚，你赶紧大伙盘盘，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哎呦喂，既然大伙想听，那咱们今天呢就敞开了聊聊，咱把这事挑明了。这一次3个面临的可不是摔几架飞机那么简单了，这是关乎到10几亿人能不能吃上饭的肚皮危机。咱们先说说这个火它是怎么烧到印度的。大家都知道，这中东呢有个霍尔木兹海峡，那是全球能源的命门啊。但是现在这个海峡实质上已经关了。除了个别这个背景基因的国家谁的船也别想消消停停的过去。能源价格这一涨，全球都跟着哆嗦。但是印度这个哆嗦的格外厉害，为啥呢？因为它那脆弱的农业直接中招了呀。很多朋友可能纳闷了，中东打仗断的是油和气，跟印度的化肥有啥关系啊？难道这个3哥的庄稼是靠石油长的？嘿，你还真别说这个化肥尤其是尿素它的亲爹就是天然气。那制造尿素需要的合成氨，而合成氨的主要原料就是液化天然气。3哥家里那些化肥厂那就是典型的巨婴离了卡塔尔的天然气船，连半天都活不下去。现在倒好，卡塔尔的天然气船过不来了，这印度的化肥厂收到的气量直接从原来的满额掉到了平时的 70%。要是这个仗再打下去到月底估计连 50% 都保不住了。没气呢就没有尿素，没尿素就没有化肥没化肥，3个家地里的庄稼难道靠恒河水的祝福来巴结吗？就在前2天这印度议会里那叫一个热闹，简直比咱们老家赶大集还要乱。从早上刚上班一直吵到了下午2点国大党、草根国大党这帮反对派议员全都蹦出来了，指着鼻梁骨问政府：能源呢？气呢？化肥呢？老百姓地都要干瞪眼了，莫迪你在干嘛？等这个议长好不容易宣布散会，好家伙，反对派议员直接把议会大楼的门口给堵了。那个阵仗红旗招展，口号震天，抗议莫迪政府无力应对危机。这莫迪现在呢也是头大如斗那虽说能源危机冲击是全行业，但是莫迪心里面跟明镜似的你要是停了工厂的电，这老板们顶多是抱怨几句。你要是让老百姓地里颗粒无收，那可是要出大乱子的呀。现在呢，这是春耕在即的关键时刻。在印度农业那就是国家的命根子。要是今年这个农业产出拉了垮，那接下来的通胀、什么粮食上涨、社会动荡，一连串的王炸全得砸在莫迪头上。印度政府这回是真的慌了，怎么办呢？全世界找了一圈，最后3哥发现能救命的稻草好像呢还是在北边那个邻居手里。据美国彭博社3月12号的消息，因为这个化肥供应实在顶不住了，印度官方已经派人悄悄给中国递了话：大哥，能不能考虑放宽一下尿素出口限制拉兄弟一把呗？这话听着是不是挺耳熟的？前阵子不是还喊着要摆脱对华依赖吗？怎么一转头这尿素就成了真香警告了？咱们中国对尿素出口呢一直是有配额管理的，原则就是8个字：国内优先，余力出口。那毕竟咱们自己也是农业大国得先保证自己家的锅里面有粮。2020年的配额还没划拨呢，3个就急火的过来敲门了。可是最有意思是什么？是印度媒体的态度这就是典型的印度式虚荣。你看彭博社这种外媒都把这个事捅出来了，印度国内的媒体却像集体商量好了一样，那嘴闭的比河蚌还严。他们只敢说尿素供应紧张，绝口不提求助中国。为什么不敢说因为这个牛皮吹的实在太远了呀。就在去年底莫迪呢还风风光光的去阿萨姆邦参加了一个化肥厂的奠基仪式呢。当时呢他在这个台上那叫一个意气风发说印度要实现化肥自主，要开启工业进步的新篇章。底下的3哥3嫂跳着大仙舞，印媒呢更是高喊
印度不仅要自己，还要向缅甸、不丹出口，我们要当全球化肥巨头了。结果呢，这个奠基仪式才过了几个月啊，自己家的化肥厂连地基还没挖好呢，就得跑去求别人卖点尿素。这要是让国内的老百姓知道了真相，那莫迪那张大国情人的脸往哪搁呀？说实话啊，印度现在的落后程度可比咱们想象的还要严重。一个建国快80年的农业大国，居然连化肥都搞不定啊！这个事儿传出去真的能让人笑掉大牙。印度每年呢要吃掉大约3500万吨的尿素，可是他们自己就算是把吃奶的劲儿都使出来，满打满算也只能产个2500万吨左右。实际上常年呢也就徘徊在2000万吨。那剩下的1000万吨缺口咋办？全靠进口。更扎心的数据在这儿印度30%的普通化肥依赖中国，而那部分高技术含量的、利润丰厚的特种化肥，更是80%以上都得看中国的脸色。莫迪亲自剪彩那个化肥厂，年产量也就125万吨，而且最快呢也得5年才能建成。5年呀，各位，等它建成了，这地里的土都不知道换了几茬了。这就好比你家快断粮了，你却拍着胸脯说，大家别慌，我已经种下了一棵苹果树，5年后咱们就有苹果吃了。这个脑回路除了三哥，一般人真跟不上。印度总觉得中国行，他也行，但是他忘了化肥生产那是一个极其复杂的工业体系。咱们说回中国，中国为啥能在这个领域当大佬？2024年，因为国内保障需要，中国的尿素出口量几乎是零出口，这对一些国家来说简直是灭顶之灾。比如韩国，2023年咱们一卡出口，这韩国的车用尿素差点断供，因为他们98%的需求都指望咱们。这就是全产业链工业强国的压倒性实力。我们年产尿素在6600万到7400万吨之间，占全球产量的1/3以上。尿素这玩意儿平时看着土里土气的，不起眼儿，但是关键时刻它就是战略物资啊！如果没有尿素，那粮价就会像脱缰的野马一样疯涨紧接着就是通胀、经济滑坡。这背后的链条，三哥以前可能觉得靠买就能解决，毕竟在他们的逻辑里钱能解决的问题呢都不是问题。可是现实呢给了他一记响亮的耳光，在这个动荡的世界，有些东西你有钱也买不到。咱们这份底气是几辈人接力攒下来的。想当年新中国刚成立的时候，我们也是缺化肥的。那个时候国家呢把著名的化学家侯德榜请了回来。当时侯老人在哪儿好巧不巧，就在印度。侯老听到祖国的召唤那是克服了重重阻碍绕到泰国、南塞、香港才回到北京。他创造了碳化法合成氨，让咱们全国每个县几乎都有了小单肥厂。再加上后来的袁隆平爷爷这两位大神联手才让中国人彻底告别了饿肚子的历史。咱们是先苦后甜靠着一代代人啃硬骨头，才把这个化肥、把粮食安全牢牢的抓在自己手里。而印度呢，他一直觉得天然气和尿素呢就是超市货架上的零食，伸手就能拿。结果现在成了没牙的老虎全身上下就剩那张嘴是硬的。大家还记得不？今年1月份，印度驻华大使馆还在微博上发图显摆呢，吹牛说印度已经是全球最大的大米生产国啦，还顺带拉着中国比划比划。那个小表情可神气了呢！我当时看了就想笑三哥，你这个大米是哪儿来的？还不是靠咱们中国的化肥催出来的。既然你这么喜欢跟中国较劲儿，既然你觉得你已经是全球第一了，那现在缺尿素了，你去找你的美国好兄弟要去找俄罗斯老大哥买你偷偷跑来求中国放宽配额，这不就是典型的吃完奶骂娘，没奶又喊爹吗？2022年的配额还没定呢，三哥你就慢慢排队吧。就算有配额咱们也得按规矩办事儿。中国现在的原则很明确国内优先。如果咱们自己都不够用了，那对不起真的是爱莫能助而且这个买卖呢，咱们得讲究个情分和诚信
你一边呢求着咱们卖化肥，一边啊在边境上搞小动作，这个世上哪有这么便宜的事啊？说实话啊，三哥这次的危机啊，其实吧也是个机会。既然你一直想自给自足，那这一次啊，干脆就硬气到底，别求中国了。要是这个天然气不够，化肥厂停产，咱们也别闲着。这印度不是口口声的说自己有人口红利吗？我看那个评论区里网友支的招就挺好的啊，把这个海外的印度精英都请回来，发挥人多力量大优势，一人一天产出点天然氮肥，这个化肥缺口不就补上了吗？虽然这只是个玩笑话，但是道理是直白的呀。大国的尊严不是靠嘴皮子吹出来的，是靠扎扎实实的工业底子夯出来的。印度现在面临的不仅仅是尿素短缺，更是整个工业链条能源政策的全面溃败。只要你还是万国造，只要你还是买，那你的脖子就永远攥在别人手里。今天呢，因为中东打仗断了气，明天可能就因为别的啥事儿断了粮。好了，今天咱们就聊到这儿了。2026年这场尿素大戏，咱们就慢慢看印度是怎么收场的吧。我是小兰，咱们下期再见。